这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片，超过10万人打出9.3分的史诗级高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方力卖掉房产，借住在朋友家里，花光所有积蓄，用了8年时间，辗转多个国家，跋涉几万公里。电影上映之后，虽然口碑爆棚，但票房却反应平平，很多观众都替他感到不值。不过在接受采访时，他却对记者说：“钱就是用来花的，不用来挥霍有啥价值？生命太短了，一眨眼就过完了，什么才是最大的成功呢？”正是凭借着这种执着追求历史真相的精神，这部堪称伟大的作品才得以诞生。这部纪录片将尘封在海底的历史打捞出来，让死在里斯本湾上的那些年轻人重新被世人关注。方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为二战日军的暴行、中国渔民的良善以及那场可怕的灾难做了一次完全还原历史真相的注脚。不少网友都感慨，没想到在如今这个年代还能看到这样的影片。故事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9月25日，1816名英军战俘被送上日军征用的改装货轮里斯本丸号，他们将被送往日本充当苦力。但奇怪的是，这艘船却没有任何战俘标志。10月1日，中国舟山群岛以东海域，一艘美国潜艇还以为里斯本丸号是一艘日本军运船，随即便发射鱼雷将其击至漏水倾斜。10月2日，里斯本丸号即将沉没，日军弃船逃跑时封死了底层船舱，陷入绝境的战俘不甘心随船沉没，于是便奋勇逃出船舱，与日军展开搏斗。日军疯狂扫射落水的战俘。与此同时，附近东极岛的中国渔民冒着枪林弹雨划船出海，在家门口救下了无数条生命。72年后，2014年，地球物理学者、电影制片人方力偶然在东极岛听说了这一历史事件，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2016年，他带领团队前往东极岛海域搜寻里斯本丸号沉船，最终他们在北纬30度13分44点42秒，东经122度45分31点14秒，发现了大型沉船踪迹。为了验证它是否就是里斯本丸号，团队出动无人测绘艇，测出了一个清晰的船体3维成像。通过对比里斯本丸原始数据，方力以及他的团队确定，他们找到了沉没70多年的里斯本丸号。如今，这艘船已经被海洋生物完全覆盖，800多个年轻人葬身于异乡的海底。他们是谁？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方力决定一探究竟。2016年，方力飞往伦敦，时隔70多年，当年的幸存者只剩下1位。99岁的丹尼斯对于当年的事件，他一点也不想回忆。那些死去战友的脸还会时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所以无论是他的女儿还是曾孙女，都不知道他在战争中经历了什么。那件事情遥远到就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炮手蒙泰格遇难后，只剩下一块墓碑，坟墓里没有尸骨，也没有当年的遗物。阿尔等宾肯尼斯连自己独立的墓碑都没有，只在父母的墓碑上留下一行小字：阿尔等宾肯尼斯，也许是被淹死了。这些20几岁就葬身异国他乡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方力在英国街头采访时，发现很少有人听说过里斯本丸号，所以他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熟知，因为多一个人见证，真相就多一份意义。为了找到里斯本丸幸存者的后人，方力自掏腰包，花费200万，在英国报纸和媒体上打了巨幅广告。记者在采访时问方力，为什么讲述他们的故事对你很重要？方力说，那些年轻人，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被日本人关押在船舱底部，此刻他们依然沉睡于那片海底，他们的故事需要被世界看到。方力把里斯本丸沉船的3维影像展示给死难者的后人，他们中很多人都被深深打动。一想到素未谋面的亲人长眠于此，他们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强烈共鸣。很快，巨幅广告就有了意外收获，他们竟然找到了另外一位依然健在的幸存者。方力大喜过望，立刻飞去加拿大。很快，他们就见到了98岁高龄的2等兵威廉。虽然已经到了台背之年，威廉的精神头还是很不错的。方力说，你的照片会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威廉幽默道，我做了什么能有这样的荣幸？在威廉的讲述下，更多细节渐渐浮出水面。1941年初，他们来到香港，此时的正面战场，中国军民正在浴血奋战。威廉他们也没想到，战争的厄运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在他们头上。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6个小时后，日军入侵香港。12月8日凌晨5点50分，从广州天河机场起飞的日军轰炸机袭击了香港的启德机场，4万日军从广东进攻新界。12月13日，日军占领九龙半岛，驻港英军被迫退守港岛。12月18日晚，日军登陆港岛。12月25日，因为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孤立无援的香港守军向日军投降。那天正好是圣诞节。投降后，他们被关进了深水埗战俘营，从1月份关到了9月份。日军告诉他们，你们即将去到一个美丽的国家。很快，他们就被带上一艘7000多吨的老货船，从深水埗码头出发，前往日本。战俘被关押在船上的3个货舱内，位于船头的1号舱共计366人，2号舱空间最大，挤满了1000多人，3号舱由煤仓改造，深9米，376名皇家炮兵战俘便被囚禁于此。日军以及日本平民船员一共850人，分散在船桥、3号上舱以及船尾几个货舱。1816名英军战俘随2000多吨战略物资被押往日本。船舱里布满了木板，战俘们可以在上面睡觉，舱底全是秽物，他们就被泡在里面。这样的环境是病菌传播的温床，很多战俘都病得很重。一大批战俘在上船前就因为白喉慢慢死去，有人得了糙皮病感染全身，有人患上脚气病，一到晚上腿脚便会肿起来，还有人得了夜盲症，在黑暗中变成了瞎子。这些病全都是因为缺乏营养。船舱里充满了臭气熏天的秽物，可怕肆虐的致命病毒以及腐烂的战友尸体。但比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里斯本丸在海面上平稳行驶3天后，进入了中国东极岛海域，这里是美军潜艇巡航的中国战区。10月1日凌晨4点，美军潜艇鲈鱼号发现了里斯本丸。7点04分，鲈鱼号连续发射了3枚鱼雷，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接着，鲈鱼号又发射了1枚鱼雷，第4枚鱼雷击中了船尾，鱼雷在里斯本丸船尾水箱上方爆炸，炸出一个直径约2.5米的大洞。上午10点前，尾部船舱已经全部浸没，6号、7号货舱逐渐进水，里斯本丸面临着沉没的危机。船舱里的战俘此时还不知道，将他们置之死地的竟然是友军的炮火。方丽找到美军鲈鱼号潜艇艇长的女儿，据他描述，当时父亲接收到的任务是扫除战区所有日本战船，以此来推动战局。在艇长下令攻击后，机械师菲尔德便发射了鱼雷。根据史料记载，日本人经常会在货船上运载战俘，并且不做任何标识，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日本人却经常这么做，这也导致很多生命因此白白牺牲。菲尔德向里斯本丸发射鱼雷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一直以来，他都把这颗击中日军货船的鱼雷看作是他的荣誉，也当作是他的生日礼物。但当他得知船舱里装有英国战俘后，他立刻泪流满面，后悔不已。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10月1日下午3点，里斯本丸船尾正以每小时10英尺的速度下沉，水已经从船尾涌入船体中部的引擎室。关押皇家炮兵的3号船舱就在引擎室旁边。日军将一架小型手摇水泵放进舱内，命令3号舱的炮兵持续往外泵水。下午5点，船上的日本士兵全部撤退，只留下25个守卫以及77个平民船员。晚上9点半，留在船上的日军接到命令，封死英国战俘所在的舱口。他们先是在舱口铺满木板，接着又在木板上铺了一层帆布，最后钉上楔子，用来固定帆布。战俘们被锁在船舱里，他们迅速意识到这群混蛋要把他们沉入海底。1943年初，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抗议电报，控诉日军在里斯本丸号上对待战俘的行为。这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在海军和军事传统上的耻辱。日本回复英国政府的抗议，竟然说他们指出的事实是捏造的，对于帝国的公正性是故意的诽谤。针对这种无耻至极的辩驳，方丽采访了日本军事史学会会长黑泽文贵。黑泽表示，在当时那样的危机时刻，日军首先考虑的是确保本国士兵的安全。把这1800多名英军战俘运到陆地后，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必须要派很多士兵看管，这其中就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战俘逃跑和确保战俘安全2者之中，如果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我认为防止逃跑应该是优先考虑的。从结果来看，确实有些非人道。日军显然要对战俘的大量死亡负一定的责任。
最后，黑泽还把责任推给了里斯本丸的船长，说他违背军方命令，擅自做出虐杀战俘的行为。方丽对黑泽为日军暴行辩护的无耻行为感到非常不满。作为一个军事史学家，这样罔顾历史事实的态度无疑让人愤怒，但这也是日本为了逃避战争责任一贯的手段。二战结束后，日本战犯在香港军事法庭受审，押运战俘的日本陆军中尉和田义雄因在审判前战死，侥幸逃脱罪责。里斯本丸船长金田茂被判有期徒刑7年。方丽想要找到金田茂的后人，可他生前留下的地址却是查无此人。日本相关部门也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名，拒绝透露金田茂后人的联系方式。方丽不想就此放弃，他找到私人侦探社，终于见到了金田茂的儿子和女儿。他们根本不了解里斯本丸上发生了什么，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们的父亲从未提起过那艘船的名字。刑满释放回来后，金田茂大概有2-3年的时间什么也没做，一直待在家里。他一天大概要抽50根烟，最后因为肺癌而死。方丽拿出金田茂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笔录，上面记载了他的法庭陈词：我给这些战俘带来了麻烦和困境，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从船长的角度来说，我对这些战俘是负有责任的，但是对于一艘日本运输船来说，战俘的性命不由船长保护，而是掌握在军队手里。我只是一名附属于陆军的平民，必须服从陆军的所有命令，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在审判时，审判长问金田茂：如果军官命令你在船尾放上绞刑架，把战俘一个个吊死，你也会照做吗？金田茂说：我会从道德的角度反对。那如果对方不停重复这个命令，并且告诉你如果不执行就是违抗军法，你会照做吗？金田茂回答：这样的命令可以由守卫或者其他船员来完成，所以我不会服从这样的命令。所以你也承认，有些命令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不遵守的，对吧？金田茂承认，有些时候是可以不遵守命令。这样一番审问，将金田茂一开始的狡辩彻底击溃。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遵守命令，所以他就无法将虐杀战俘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军令。面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金田茂的儿女为父亲辩护道：日本是一个很难表达与他人不同意见的国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父亲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如果自己都没命了，也就没法再保护别人，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服从。诚然，他们能从父亲的角度出发，共情他的处境，为他辩护，这情有可原。可那些死去的战俘，又有谁能为他们辩护呢？10月1日晚上10点，日军决定把船拖向浅水区。晚上10点半，拖船的缆绳断了，船舱里的状况更加糟糕。对亲人的思念是支撑战俘们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信号兵托马斯的儿子一直珍藏着一张母亲的照片，那是当年母亲寄给父亲的。成为战俘后，日本人烧毁了他的包裹。托马斯从火堆中救下这张照片，他也因此受尽惩罚和毒打。也许是觉得他已经够惨了，日本人最终让他留下了这张照片。为了保住照片，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搞到了日军守卫的墨镜。接下来的2-3个月，他试图把那张照片装进那个墨镜框里。在里斯本丸上，他一直带着这个相框，他觉得自己必须带一件能让他想起家的东西。正是这个相框，让他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依旧保持着旺盛的求生欲。在历经屈辱之后，他最终回到了家，并把这个相框交给了妻子。10月2日凌晨1点半，18个小时过去了。3号舱的炮兵整夜崩水，试图阻止船的下沉，但他们已经36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吃饭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在那个地狱般的夜晚轮流蹦水，每组4个人一组蹦水5分钟。5分钟或许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但在这里却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每个人蹦完水都疲惫不堪，蹒跚着到角落喘气。没有人知道那个晚上死了多少人。船舱里没有灯，氧气稀薄到连蜡烛都无法点燃，而且热得要命，臭气熏天，什么也看不见，连呼吸都很困难。他们蹦水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流进来的速度。一个战俘发了疯，他一边蹦水一边吼道：我们在干嘛？我们是在地狱吗？此时整个船体开始左倾。战俘们的最高长官斯图尔特上校转过身，铿锵有力地说：就算终有一死，我们也要像个英国人一样死去。士兵们都很尊敬和崇拜他，他的这句话给了战俘们活下去的勇气。但船舱里的情况却很不乐观，很多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丹尼斯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约翰。约翰在香港爱上了一个名叫梁秀金的中国女孩，他写信给父母，表达了自己对梁秀金的爱意，希望他们能支持自己跟他结婚。但梁秀金的家人反对他们在一起，甚至和女儿断绝了关系。约翰知道，因为这段感情，他变得无家可归，所以他打算在圣诞节那天结婚，给这个他挚爱的女孩一个家。可就是在圣诞节这天，他成了战俘。直到战争结束后，约翰的家人才收到这封信，他们试图找到梁秀金。后来，梁秀金寄了一封信给约翰的哥哥，信里他说自己现在住在厦门，他确认了在香港已经和约翰结婚。得知约翰的死讯，梁秀金悲痛万分，他没有申领约翰的抚恤金，而是希望把这笔钱交给约翰的妈妈和姐姐。关于信件，最让方丽动容的就是二等兵理查德的故事。这是一封写给弟弟的信，虽然只有短短3行，但却催人泪下。永远关爱照顾我们的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唯一的最好的人。爱你的哥哥理查德。那时候理查德的弟弟只有7岁，当时他还无法理解这封信。等他长大后，奶奶把这封信拿给了他，就像多年前的子弹穿越时间，正中眉心。弟弟看到这封信时，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让他瞬间头皮发麻。从此他将这封信一直放在钱包里，也把哥哥当年临死前的重托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听完这个故事，方丽忍不住哽咽。他也有个弟弟，所以他能懂，这几乎是理查德遗言的一封信。他在漫长而又充满凶险的旅程前，把家托付给自己的弟弟，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将会是怎样。这样的托付简直沉重到了极点。10月2日6点10分，距离船被击中已经过去整整23个小时。船舱里的战俘开始不耐烦，日军还在试图用谎言稳住他们。渐渐的，他们意识到日军把他们关在舱底，不是害怕他们逃跑，而是准备来一次蓄意的大屠杀。斯图尔特上校提醒大家，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在斯图尔特上校的指挥下，豪威尔中尉爬上梯子切割帆布。如墨的漆黑中，人们咒骂着把刀递给他，他永远不会忘记爬上铁梯顶端，渴望呼吸一口氧气的痛苦，也不会忘了喘着粗气，试图在木板上找到一条缝隙的焦虑。划开帆布后，在另外2人的协助下，一块木板终于被撬开。当那道光出现时，船舱里的人都有一种感觉，他们自由了。逃生的希望被重新点燃。精通多国语言的波特中尉试图跟日本人交涉，可此时船上还留有6个日军自杀式敢死守卫，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俘逃生。毫无防备的波特中尉中枪了，为了让日军停止射击，他们只能重新返回舱底。很快，波特中尉就因中弹而死。时间1分1秒过去，斯图尔特上校一声令下，战俘们开始了突围，可等待他们的却是子弹的扫射。忽然枪声减弱，原来是逃生的炮手们冲上船桥，制服了日军守卫。随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冲上铁梯，不断有人坠亡在舱底。卡斯伯森阻止了这一切，他用冷静的头脑、威严的声音平息了恐慌。日本守卫已经被打死，大家都可以安全撤离。战俘们开始有序攀登铁梯，在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卡斯伯森还戴上了苏格兰军帽，因为他觉得如果不得不去见上帝，那他也要穿戴整齐去见。后来他又回到舱内，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成功逃离。他还在舱底安慰那些因为受伤无法逃离的战友，给他们最后一口酒，最后一支烟，用碎木板保护他们的伤腿。能在那种时刻为即将死去的战友做到这些，他无疑是个简单而又纯粹的英雄。军需上士埃普顿死于白喉病，战友们把他抬出船舱，在沉船前为他举行了海葬，让他避免了与船同沉的命运。埃普顿的小女儿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样子了，她能看到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是一张刊登在1940年7月1日香港电讯报上的照片。那张图片拍的是当天早上的疏散现场，一家人都出现在了这张照片上。他的父亲提着一个婴儿篮，里面正是才3周大的他。每次看到这张照片，他都会泪流满面。1、2号舱的战俘已经逃上甲板，3号舱唯一逃生的木梯因为不堪重负而断裂。整夜崩水的炮兵战俘还有200多人被困底舱，他们脚下的水不断上升，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意识，逃生的希望已经断绝，他们只能等待着与船同沉的命运。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惧。为了不让船下沉，
炮兵们连续24小时崩溃，但最后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很难说他们心里没有怨愤，但最后的时刻，他们却平静地唱起了歌。很快，里斯本丸号完全沉没，逃出升天的战俘不得不泡在海里。也不知漂了多久，他们看到远处有日本人的小船，威廉向其中一艘游去，但等待他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日本人很享受这种射杀，他们就像在练靶。威廉只好向别处游去。日本人用机枪疯狂扫射落水的战俘。汉密尔顿少尉熬过了船舱恶劣的生存环境，熬到了成功逃出船舱。但当他在水里被日本人枪击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受够了。虽然他是游泳高手，但他却没有游向岸边，反而向着外海游去。他宁可葬身大海，也不愿被日本人射杀。幸存下来的战俘飘在很多尸体之间，他们不停地见证战友的死亡，在呼啸的子弹和冰冷海水的夹缝中寻求一点逃生的希望。此时他们已经超过40个小时没有喝水进食，体力和心态即将到达极限。就在这种绝望的时刻，威廉看到了一艘小船，听到了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声音：你好，我来救你。这些人都是附近东极岛上的渔民。威廉被拉上船，看见那个中国人手里拿着一把大刀，他心想完了。可下一秒，大刀却落在一个萝卜样的食物上。中国渔民砍下一截食物递给威廉。讽刺的是，当中国渔民开始营救之后，日本人立马停止了射击，因为他们的大屠杀行径已经有了目击证人。他们害怕这样的罪行会曝光到全世界，竟然开始加入救援行动中。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当年参与救援的渔民只有94岁的林阿根还在人世。当年参与救援的渔民陈永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看到里斯本丸船尾沉没，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船头也沉没了，水花溅起半天高。他们当时想也没想，就划着舢板出海救人。所有岛上的老百姓，有船的都划着船去救人了。渔民们冒着被日本人射杀的危险，救下了100多名战俘。他们把这些战俘安置在天后宫，拿出自己的食物分给那些饥肠辘辘的英国人。对于那些衣不蔽体的战俘，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战争年代，岛上食物和资源都非常有限，但他们却毫无怨言。对那些战俘来说，这简直就是来自天堂的善举。第二天，日本海军陆战队登上了东极岛，他们把这些战俘包围了起来。为了不连累岛上的老百姓，战俘们只能投降。日军收岛之后，押走了381名战俘，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还有3名战俘被渔民藏在了岛上。他们给3个英国人换上了渔民的衣服，戴上渔民的帽子，藏在一个狭窄的海边礁石洞里。这3个英国人在洞里藏了几天后，当地的渔民和游击队为他们找来了医生和翻译，一路护送他们离开了东极岛。最终，中国军民护送这3名战俘辗转6个省，穿过多重日军封锁线，历时1个多月，抵达了重庆英国大使馆。其中一名战俘伊文斯向媒体讲述了里斯本丸上发生的一切，日军的罪恶行径才没有被历史尘封。丹尼斯、威廉以及所有的幸存者都无比感谢那些善良的渔民。丹尼斯说，他们实际上救的人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多很多，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日本人才开始援救落水的战俘。中国渔民一共救起了384个英军战俘，但仍有828个战俘永远地留在了这片海底，他们的家人没能等到他们回家。令人难过的并不仅仅是发生在战场上的杀戮，还有战争带给每一个家庭的永久性伤痛。一等准尉布鲁克斯的儿子根本不想提起当年的事。 Look at me. I can't talk about it. I don't know why. I understand. 她的母亲只知道丈夫要被运往日本，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的。不久后，她就从新闻上看到那艘船沉了，丈夫生死未知。由于暂时通讯延迟，布鲁克斯上船前寄给家里的信，在沉船3年后才被收到。每次读到那封信，布鲁克斯的儿子都会哽咽。So cheerio, sweetheart. All my love to yourself and the boys, and keep smiling. Ever your loving hubby, Charlie. 幸免船难的战俘又继续被押往日本战俘营。在去往战俘营的路上，白喉爆发了。卡斯伯森上尉虽然熬过了船难，但却在照料其他白喉患者时不幸被感染。
在沉船2周后就去世了。卡斯伯森上尉在船上主持秩序，让无数人免于死亡，但他最终却因为帮助其他战友而死，让人感动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叹息命运的残酷和无奈。几天之后，又一个噩耗传来，受人尊敬的斯图尔特上校也牺牲了。他是所有战俘的主心骨，正是他让这些战俘有了对抗日军的勇气。但残酷的命运却没有放过这位英雄。1945年战争结束后，里斯本湾上1816名战俘，仅有700多人回到了家乡。50年后，信号兵杰克参加了一次幸存战俘的重聚，他见到了当年发射鱼雷击沉里斯本湾的机械师加菲尔德。当得知自己击沉的那艘船上装的都是英国战俘后，他就得了创伤性应激障碍，最后不得不退役回家。当着所有幸存者的面，他真心忏悔，含着泪向他们郑重道歉。I looked through the periscope and all I could see was a Japanese freighter with a gun forward. To me, that was an armed merchant ship. And he said, when the moment I heard that you were on board, and we even left you, he said, some of you I know got out into the water. God knows how you survived. He said, but thank God you did. He said, I've come all this way to say how sorry I am. All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Sorry, God.但即便是这样，加菲尔德依旧无法释怀，他的余生就这样在歉疚和悔恨中蹉跎而过。里斯本湾沉没一书的作者说，那场灾难过后，活下来的人其实也没有真的活着。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这件事留给他们的创伤太严重了。威廉强迫自己删除了这段记忆。战后，他去了加拿大，开始找工作，开启新的生活。他想让那些事情过去。但后来他还是被诊断出创伤性应激障碍症。这些幸存者有些得了一辈子都无法治愈的慢性病，有的在半夜被噩梦折磨，大喊大叫，还有人一听到饥饿、海水、日本人这些敏感词就会应激。为了缓解痛苦，他们有人选择自闭沉默，有人痛苦地捶打自己的头，希望那些可怕的记忆不要再出现。为了摆脱这些噩梦，他们甚至要去接受电击治疗。丹尼斯对此已经看开，他经历了，活下来了，就这样吧。威廉说，战争是一场肮脏、下流、可怕的勾当，但我不活在过去，我为未来而活。2019年10月，方丽他们带着这群等待了77年的孩子，来与他们杳无音信、下落不明的父亲告别。上岛后，他们与唯一幸存的渔民林阿根握手致意。告别仪式上，布鲁克斯的儿子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他们永远不会老去，徒留我们日渐衰老。他们永远不为耄耋所难，永远不为残年所累。在每一个日出日落的时刻，我们永远铭记他们。方丽带着他们坐船赶往里斯本湾，沉船海域。他们的父亲就安息在下方的海底。这些罹难者的后人终于跟自己的父亲完成了一场迟到了77年的告别。雪花一般的纸钱飞舞着，思念和哀悼也随着眼泪簌簌而下。他们无比感激方丽打捞起了这段沉默的历史，让他们死去的亲人不只是在海底沉没，而是被看见、被见证。有时候，关注和见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愿人类远离战争，愿世界和平。